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 Loka，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他有喜欢的人吗？是你还是别人呢？今天的主题除了针对单恋、暧昧中的对象，也可以用来评量一下在你身边的另外一半他的真心哦。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草莓富士山饼干，第二个选项是抹茶富士山饼干，第3个选项是巧克力富士山饼干。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然后截取自己觉得比较有共鸣的部分。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内容，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是留言给我。另外，特别要感谢用超级感谢给六花肯定的朋友们，大家的反馈和互动都是六花最强大的能量来源。OK， 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一组，选择草莓富士山饼干的朋友，你心里面的他有喜欢的人吗？是你还是别人呢？一起来看看。OK，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有没有喜欢的人？无论他有没有告白，无论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就是有没有喜欢的人这件事。好，我看一下会不会出框。OK， 好。另外一张牌出旁边好了，不然我怕位置不够。来，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对于喜欢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好了。我们来看看，如果他喜欢一个人，他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好，那我们放这 OK， 还可以。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大家最想知道的，他喜欢的人是别人还是你？那必须要先说，如果是别人的部分的话，不一定会是只有一个人，有时候有可能复数嘛，就是同时喜欢2、3个人的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但是就是我们把它全部都概括成为一张牌。那有喜欢别人，我们就放这边这样子，看一下有没有喜欢。那他喜欢的人会是你吗？
好赞哦！好，又出现恶魔牌。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不是一个忠诚的人，就是他会不会偷吃，或者是会不会就是内心出轨的一个人呢？我们来看看哦。这人怎么那么好啊？OK，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才会让他喜欢上我们，或是更喜欢我们？那相对的，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让他讨厌，或是可能例如说踩到他的地雷？我们各自出一张牌来看看哦。OK， 好。行动这边我再出一张好了，补充牌。OK， 好，这一组太完美了吧？来，等等，我这一张再稍微再确认一下。OK， 没问题。好，这个牌面实在是太完美了。OK， 那在各个位置解牌之前，六花先告诉大家答案好了，以免大家内心七上八下的。先来看一下他现在有没有喜欢的人，那个人会是你还是别人呢？答案是他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耶，恭喜你！我跟你讲，这牌面真的超甜的，甜到我真的开始有点 sugar high， 因为塔罗牌而 sugar high。OK， 好，那我开始先讲他心里面有没有喜欢的人这件事情。好，我们出现了教皇阵的，那代表他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很喜欢的人。那这个喜欢是代表一个精神状态上面的喜欢，因为教皇本身代表一个精神力嘛。有这个人之后，他会非常非常守道德规范，不会去做一些逾矩的事情，或是造成别人误会跟人家暧昧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出现这张我觉得会有点精神洁癖感，我跟那个女祭司一样，我觉得啦，就是出现这阵的教皇会有一种精神洁癖的感觉，所以他不会允许自己有跟其他人有一些暧昧，当然也是不容许你是这样子。 OK， 那这一张也代表是说他对于他喜欢的这个人，那我们这个牌面就是知道是你。等一下我会说为什么是你。 OK， 那他对于你呢会非常的宽容，非常非常的体贴温柔。就他可能别人可能做错事情，或是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他可能会内心会觉得翻白眼，或者是觉得这人怎么会这样，然后甚至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之后跟这个人可能远离一点，或者是可能甚至有一点讨厌那个人。但是呢，你如果做同一件事情，你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完全都没有关系耶，他会觉得都是可以许可的，他对于你是完全绝对的一个偏心哦。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表面上是不太会显露出这张恶魔的感觉，就是他表面上还是就是对大家好，只是你会有一点感觉到他对于你的标准会有点特别不一样，就是会特别的宽松，特别的容许度特别的高这样子，对，然后也特别的会去倾听你的想法，或是一些有关于你们可能比较深层的一些对话。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也会比较把你当成他唯一心灵的一个出口跟依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心里面有没有你。那出现了正的恶魔牌，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他觉得你就是充满了魅力，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热情，想要把你拴在身边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目前现在如果还没有把话说开，例如说可能是就是暧昧，或者是你可能单恋他，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这种状况的话，你可能表面上会觉得他风平浪静，但是我跟你讲，他心里面是非常波涛汹涌的，他内心我真的觉得应该就是很暴走的一个状态，只是他表面上 hold 的会让你觉得就是如此的和平，就是 peace 这样子。 OK， 好对，那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是已经例如说可能已经是在一起了 OK， 然后或者是说已经名正言顺的两个人的话，然后那我觉得你们可能私底下就是当你们两个独处的时候，或者是可能例如说比较不会被人家发现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他是非常火热，而且他非常非常热情的，你就会感受得到。那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会就是就算远远你就会感受到他那个热烈的眼神，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在注意你。那刚才啊就是一开始出现这个道者的节制牌的时候，那六花本来是想说万一说不定这个节制是走就是不好的方向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牌面其他的牌呈现的这个一个样貌是还蛮好的，所以我想说那应该不用出补充牌，但是最后呢我又觉得就算有1/1000的可能性，我还是希望把它给堵死，所以呢我就出了这张补充牌就是宝剑4。那道者的节制配上这个宝剑4，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一个人躺在那边嘛，对不对？然后是在休息的一个状态，所以代表他其实是真的完全没有跟其他人有任何的感情纠葛，而且我还觉得其他人对他的喜欢，或者是他如果光想到他要去偷吃，他光想到他要去喜欢别人，他就觉得头疼，他就觉得很麻烦，就是没必要，然后无聊，浪费时间的那种感觉。我家觉得完全不需要，而且就是他现在已经整个心都放在你身上，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心去注意别人。那其他的一些人给他的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暧昧的一些讯息啦，或者是一些词语，他完全就是当作没听到没看到，甚至我觉得他有时候就是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都有可能。那就是左边听右边出，然后完全没有去管对方的心情，这样子就是完全无视。 OK， 所以是真的很赞的一个状态。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他是不是一个忠诚专一的人？那我们刚才在这张叫黄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讲过了，但是在这边呢六花又在佐证一张牌。好，钱币10它是代表家庭的一张牌。那
我觉得也就是说，当他心里面放着你，无论你们有没有在一起哦，就是当他喜欢你，那个瞬间开始，你就已经是他的自己人了，你就是他的家人了。那他会把所有的，例如说，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很多事情都会跟你分享，然后是会希望跟你一起好的，变好的。然后呢，你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你的丰饶就是他的丰饶，这样子。OK， 就非常好，而且是一个很稳定的、无法打破的一个信任跟一个依归的感觉。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专一，而且非常，我觉得他是个全心投入感情的一个人。那再来我们来看，怎么样会让他喜欢你，或甚至更喜欢你？虽然我们现在这边我们的这个牌象，我已经大概可以知道，你绝对不是单恋。如果你认为你是单恋，你现在还觉得你是单恋，那我可以跟你讲，你们两个是双单恋，就是其实你们是双向奔赴啦，不是只有一个单方面的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而已哦。他是喜欢你的，他非常非常喜欢你哦。他可能表面上没有讲，就是表面上就是道貌岸然，道貌岸然是不好的词 ，OK， 表面上风平浪静 ，OK， 道貌岸然，因为内心是恶魔，所以我就想要这个词 ，OK，sorry，那他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呢，他内心是你知道各种脚本，各种的那种你知道就是扑倒什么的都会出现，我跟你说。好，那回过头来，好。我们要怎么样让他更喜欢你，或者是要怎么样让他注意到你呢？就是呢，你们要多聊一些开心的话题，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多一些人聚会，一起出去吃吃喝喝，然后你们可以同时之间增进对方彼此的感情跟对对方的认识。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出现圣杯3就是尽量不要一直讲一些负面的话题啦，就是沮丧的啦、伤心的啦，还有就是过去的一些沉重的伤痕之类的，就不要一直说，不是说完全不说，而是不要就是每一次你们见面，你们每一次聊天都聊到感觉好沉重，然后不是痛苦就是伤啊，不然就是病啊这样子 ，OK 吗 ？OK 吼，好。那怎么样会让他远离你或是讨厌你呢？圣杯6倒着，我觉得就是第一任性，第二幼稚，就是你不要有太多任性的发言啊，或者是都只顾自己啊，自我为中心啊。那多考虑彼此，多考虑周遭，这样子。就是请你注意你自己，如果有时候就是太幼稚的发言，或者是太任性、太自我的一个发言的话，也许会让他远离你，或是可能会在他的心里减分哦。OK， 好，那他的爱情表现是什么样子呢？这第一张很好玩。这个是魔杖国王，就我会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他倒着的话，我会觉得他是有点那种就是霸道总裁路线，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会比较就是如果别人要接近你，或是别人要对你做什么不轨的事情，他是那种会比较有攻击性的。然后甚至会就是很明显就直接把你拉到身边来，或者是会很明显就是会不开心的那种。就有时候如果你讲别人这就要看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吃醋的时候，就他会觉得你就是他的，其他人要来接近你，他都会攻击，而且就是他不管这么多。这张牌其实某种成分上而言，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比较自我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才会说，就是比较可能，我不管男女哦，就会比较走那种霸道总裁路线，他会想要，就是把你护在自己的身后，然后或者是就是，言辞上会比较霸道一点，或者是会比较，就是你是我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醋劲应该蛮大的，就他应该是个醋桶子。就如果你跟他讲说谁谁谁好啦，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不快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还会很喜欢跟你聊天，喜欢跟你沟通，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对你的好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畴。如果你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的话，那旁边的人可能都会讲说，他对你这么好，绝对对你是有意思的。可是你自己可能会觉得说，就会骗自己啦，就会说，没有啦，我觉得他只是对我比较好，他其实对大家都很好，但其实旁边的明眼人每个都知道，他其实只有对你特别好。OK， 所以就是会特别明显。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很多时候他都会依着你，就是你说要去哪里，他就说好啊，或者是说，即便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他也会就是顺着你，就说我觉得其实还不错。我觉得他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你说的都好，你说的都对的那种感觉。大概是这个样子。OK， 那当然还有就是，喜欢的东西、好的东西都会想要分享给你，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个选项，选择抹茶富士山饼干的朋友，心里面的他有没有喜欢的人呢？那他喜欢的人是你还是别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那我们这次的卜算呢，无关你们两个现在的一个关系，无论是单恋、暧昧中，或者是你们已经是在一起了，甚至老夫老妻，都可以一起来看看哦。OK，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心里面有没有喜欢的人呢？接下来，他喜欢你吗？哦，不对，我们先出一张他的爱情表现。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对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表现态度？看一下哦。OK， 好。那接下来来看他喜不喜欢你呢？
紧张的时刻来了，他有没有喜欢别人？再出一张补充牌哦，他有没有喜欢其他的人？这边其实不一定是一个人哦，有些人他可能同时喜欢2、3个人，你知道？好。那再来，他是一个忠诚的人吗？是一个专一的人吗？来看一下哦。后面有跑出去吗？看一下。那接下来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拉近2个人的距离，让他更喜欢你，或是让他注意到你。OK， 接下来是，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他讨厌，或者是会让他扣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哦。OK。OK， 那在解牌之前呢六花再抽2个补充牌。OK， 我们来解牌吧。那解牌之前呢，六花想要先提醒选择第2个选项的朋友，如果你现在状态不好，不想要听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不想要让自己心情不好的话，请立马转台，或者是赶快看其他的选项，就先不要留在这边。但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心里面大概已经有一个谱了啦。OK， 那我要开始讲解了，而且我要先公布答案咯，好吗？好，那我觉得他现在心里面是有人的，而且是有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最近应该是有一个决定是选择另外一个人。好，那我来解说一下这张牌，宝剑5代表他现在的一个心里面有没有喜欢人的一个状态。那宝剑5就代表他现在是一个内心在战争，然后混乱、天人交战的一个状态，也代表他还没有下决定。虽然我们看到这边，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已经下决定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一个比较，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就是蛮痛苦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这边，他心里面到底有没有你？虽然他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但我可以跟你说，他心里面还是很珍惜你的。听起来感觉很荒谬哦。对呀，但有时候人的心就是这样子。OK， 那我们放松的来听。他其实心里面是有你的，而且他是珍惜你的。但是呢，他目前会，我觉得他现在目前是看不到他跟你之后会有什么样，要有什么样子的进展，或者是我觉得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个他想要的一个理想的感情或理想的生活，但这个东西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在你身上找到。OK， 好。而且我觉得你出现这张钱币 S， 就代表我觉得你应该是蛮踏实的、稳定的，然后持续的对他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内心才会觉得对你有种愧疚跟不安的感觉。这一张，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人这边。我不知道他已经做决定，已经有行动了没，但是我会觉得他其实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做决定，而且他的决定是会选择另外一个人。这是他已经决定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问为什么的时候，出现的却是这张魔杖十，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另外这个人可能对他而言，他有责任。那这样子的情况就有很多种可能哦。例如说，这个人他是他的，就是他的现在的老公老婆。如果你们是一个三角关系的话，或者是原本的男朋友、原本的女朋友，就是他现在的另外一半。那他会觉得他应该要扛这个责任，所以他选择了他。他其实不是因为他有多喜欢这个人，我觉得就纯粹的感情的一个喜欢上来讲的话，我会觉得他是比较喜欢你的。但是这个人他有责任，我不知道是什么责任，这个你可能自己稍微去想一下，因为大众塔罗大家的理由可能都不尽相同。但我可以跟你说，就纯粹的一个喜不喜欢这件事情，他觉得你是条件比较好的，他觉得你是比较优秀、比较好的那一边，那他也是比较珍惜、比较喜欢你的。但是这个人他有责任，那这个责任也许可能不只是面对这个人，可能有例如说家庭的压力，小孩，或者是我不知道有一些什么，就是他必须要去扛一些东西，所以他不得不选择这个人，会给我这种感觉。那这个人呢，其实他其实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有愧疚，他也有混乱，然后不知所措在里面。甚至我觉得他们平常相处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和谐的，但是他必须在可能不久的将来，或是在现在，他必须要选择这边，这样子。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他们的关系是不好的，他是比较珍惜你的，他是比较喜欢你的，可是他不得不选择这边。OK， 有一点浓厚的内容。好哦，
沉重浓厚的内容。我觉得你应该一直以来都对他是很纯粹的好，你感觉得出来，他知道，他也有感受到，他也珍惜，只是他没有办法，这边有他的责任。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币5倒着也有可能是你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其他的理由，让你们两个就算在一起了，那个未来的那个 vision 可能还不是他能够想象得到的，于是他就先把你放着。那他是一个忠诚的人吗？他是一个专一的人吗？我会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人呢，就是我觉得他蛮纤细、蛮感性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的忠诚跟他的专一是来自于他自己知道，他有体会得到，到底哪一个人跟他是最 match， 然后那个灵魂是最接近的，他其实是知道，而且他在追求那个东西。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专一的？我觉得他在灵魂这一块，他在他的精神这一块，他是专一的。但是现实让他选择哪一边，他就得去选择哪一边。但是他的精神，我可以确定，他如果认定了一个人，其实他是喜欢，他是真的就那个人是唯一。我觉得其实这样看起来，你是他的那个唯一，你是他心里面的那个星星，很闪亮那个星星。只是他现在不得不要去做别的决定。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但我觉得他的心里面，你只要是那颗星星，他就会守着那颗星星，就是远远的看着那个星星，远远的守护。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是专一的，他其实是忠诚的，只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在不对的时机点、不对的时间遇到了对方。那我觉得出现这张星星也代表着，我觉得他其实他是抱持着希望的。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有抱持这个希望、这个期望的，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去选择你。我觉得可能说不定你自己这边也有一些你自己可能摆脱不了的一些事情。那我先来讲他的一个爱情表现好了。出现了恶魔，那我会觉得其实我觉得他的一个爱情表现，如果他现在你们没有一些就是外在的一些这些没有办法克服、没办法跨越的一些要素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很直率表现他的喜欢跟他的爱的一个人。你可以看到他很热情的一个眼光，常常会看着你，或者是会很希望能够一直在你身边，然后很想要独占你。所以我觉得他的感情是非常浓厚而且热烈的。
然后追求就是身心灵上面完全的一个结合，就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爱情表现。会想要知道更多的你，会想要拥有更多的你的这种感觉。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们两个人更好，或是让他更喜欢你，甚至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让他就是再颠覆他这个决定去选择你，但我觉得就是可以努力看看，但我觉得其实有难度。先从最没有难度的开始讲好了。就如果你们两个目前不是那么多的包袱的话，没有那么多的包袱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在他的面前可以不用很多事情表现得这么完美，有时候可能例如说去寻求他的协助，寻求他的建议，然后去多多的依赖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法，让你们两个更接近。那我觉得可能你自己这边要解开一些包袱，要丢掉一些你原本有的东西，你可能要打破你现在的生活圈，打破你的舒适圈，你才有可能，你们两个才有可能有那个希望可以在一起。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两句话随便说就可以做得到，或是就可以实现的。OK， 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在他面前不要这么逞强，然后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可以依赖的，可以依赖他的，你就尽管说，尽管去请他帮忙。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感情会进展得更顺利，或者是你们可能会感情更好。再来是不要，也就是说你要怎么做才不会让他扣分，才不会让他远离你或讨厌你。我真的觉得你不要把自己，我就包含这一章，我觉得你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完美，这么的坚韧，事事都一个人扛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你其实在他面前你可以多把自己表现出来，因为你看这个钱币 S 的这个里面这个妈妈，你们看到这个妈妈，她会觉得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 handle 很好，可是这个人可能没有他就不行。你看这也是在讲打破你的完美。我觉得你会不会是一个比较逞强，然后也不能说逞强，就是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处理得很好，什么事情都其实说穿了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一个人。那这一章代表是说，如果你就是太完美，然后感觉什么都是包容的，什么都是温柔体贴的，不生气不吵不闹，那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其实是会疏远的。我觉得你就是要多依赖他，多去跟他寻求帮助，然后多把自己原本的可能胆小的，可能不安的，可能柔弱的一面给他看，我觉得会比较能够增进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感情。就不要什么都会，然后高高在上完美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他可能会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理由留在你的身边。然后再来就是他可能觉得反正这个人看起来一个人都很好，甚至做得比我还要好，那就不需要我啦，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可以更孩子气一点吧，然后更放松一点，然后好的部分当然留着，那不好的部分也不是说不好的部分，就是你真的脆弱的一面，你其实可以给他看，你可以呈现给他。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就是会蛮有责任感的一个人，所以他放不开这边。那有时候我觉得你们其实，把时间放长，说不定之后会有新的转机，好吗 ？OK。那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巧克力富士山饼干的朋友，你心里面的他有没有喜欢的人？那喜欢的人是你还是别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那我们这次的一个卜算是把对方的真心直接抽取出来，所以不管你们现在的关系是单恋暧昧中，或者是已经在交往了，或甚至是已经结婚老夫老妻了，都无关，就是端看他心里面有没有人，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你这样子。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心里面现在目前有没有喜欢的人呢？那他喜欢你吗？我们再出一张补充牌。好，那接下来是他心里面有其他人的存在吗？接下来，他是一个忠诚的、专情的人吗？他的爱情表现，喜欢一个人的表现是什么呢？接下来，怎么样增进跟他的感情，让他喜欢？
是一个宝剑人，宝剑要素好多，是错觉吗？那接下来呢？最后一张，怎么样会让他扣分，会让他讨厌呢？OK， 那在解说之前呢，六花先跟大家说一下结果。他心里面有没有喜欢的人？答案是有的。那喜欢你吗？我觉得他现在是喜欢你的，之前可能有些怀疑，但现在他是喜欢你的。那有喜欢其他人吗？我会觉得呢，他目前没有其他人，没有确切的喜欢谁，可是我觉得他在感情观上是有点不太稳定的，所以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如果有人对他好，有人要跟他暧昧，或者是有机会可以偷吃，我觉得他其实都有可能会去碰一点沾一点。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欸，就是有点来者不拒，只是他现在没有其他觉得特别喜欢的对象，那现在是只有你。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OK 吼，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牌面让我觉得他是有点微妙的一个人。OK， 那我开始详细解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宝剑二倒着的，我觉得这张可能要连同你这边一起讲解。我觉得他现在啊，就是他现在目前是喜欢你的，心里面是只有你的，目前。可是我觉得他的心没有完全给你，他跟你之间还有一些感觉没有 match 的部分，就他会觉得有一些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得到的他要的东西，所以这一块东西他是空下来的，因为他从你这边得不到，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然后问他喜不喜欢你，一开始是出现倒着的月亮，所以我觉得他之前可能跟你有一些状况，那他可能一度可能要放弃你，或是一度不要喜欢你了，但是现在他又觉得他是可以喜欢你的，他是可以跟你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例如说可能跟其他人比较暧昧，或者是你之前有喜欢其他的人之类的，所以让他之前会觉得不安，然后会有点不明朗自己到底在你心中的地位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一张也会有点是，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保留，没有把全部的自己给你的这种感觉，没有把所有的心都给你哦。那这个魔杖 S 呢，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对于你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是全心全意的，
是热烈的，然后是愿意付出的，愿意行动的。那这张愚者呢，我会觉得因为之前可能真的就是他有点不是很确定跟你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可能之前跟你有一些状况，所以我会觉得他还有点保持观察的状态，然后就还有一些警戒。但我觉得他其实内心是希望对你好，希望对你付出全部，然后希望非常非常热烈的去追求你，或者是去面对你。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是呈现一个保留，虽然他知道OK，他可以喜欢你，他可以接近你，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所保留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等到他能够确定你是可以值得相信的，你是值得可以付出的话，他应该就会全心全意的行动起来。我觉得他现在有点保留。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怎么了，或者是他也有可能他之前的感情带给他的伤害，或者是他原生家庭给他的一个阴影，让他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这么完整的把自己的心全部给一个人。我觉得他会怕，这个人让我感觉他是会怕把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全心全意的去喜欢一个人的那一种，他会怕。所以我觉得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想要付出，可他真的太怕了。我不知道他之前经历过什么，或是你们之前怎么了，但他就是非常害怕。他怕他不是那个唯一，他也怕会不会受伤，所以他保留。会有那种感觉。那他不知道那个所谓的他要的东西，或他要的那个完整，你能不能给他？他现在其实还在观察，他还在以就是一个比较放远一点的距离去看待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内心是喜欢你的，他是有你的，而且目前是只有你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杯国王倒着有没有其他的人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他还是留一些机会，就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希望跟机会给封住，给堵死。如果有人对他好，如果有更好的对象出现，其实我觉得说不定他是会给别人机会的。因为他现在目前他并没有把全部的心都给你，他其实是有一点保留的。那我会觉得这个应该是来自于他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OK， 但是目前是没有特定的对象，这样子。OK， 就现阶段而言。那这张是倒着的宝剑骑士。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想要把自己全心全意投入给一个人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不太能够相信你。
就他有不相信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之前的相处的状态或者什么的，但是他是有点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你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现在是有点保留。那但是呢，他其实很想要全心全意的投入一段感情，他很想要把自己所有的想要给予的全部给你。我觉得他是这个样子，就他是想要全心全意的把他能给的都要给你，但是他不安，他不知道他给了你之后会不会到最后你不要了，你不要他了，你会不会又做了什么可能，例如说可能会伤害他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他现在会怕面对感情，他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够给全部，给出去了会不会伤，会不会再受伤，给出去了会不会又拿不回来，什么都拿不回来。就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勇敢。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的爱情表现是什么？如果他喜欢你，他会怎么样子的去跟你进对应推啦，去面对你呢？我觉得他会对你很，就是他如果喜欢你，他会觉得你应该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你应该什么都会，你应该就是最棒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跟他在一起，如果跟他在一起可能压力很大，就是他会觉得你应该什么都会，你应该什么都知道，因为他的心里面他就觉得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觉得你是个就是完美的人，完美无瑕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这样子的一个恋爱表现，其实很容易会有压力，就变成说你可能必须要维持你一直都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面对他。例如说可能你就是想要某一天很废，在家里面然后什么都不做，那甚至例如说碗盘可能积累1天2天然后再洗，这对他而言可能就是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不可能。所以你会觉得他有时候会是严格的，是过于高标准的，然后会是有点压力的一种感觉。OK，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整个人是个状态很好的话啦，如果你状态很好的话，我觉得他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伙伴，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会把自己维持一个良好状态的一个人。好，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感情表现，其实会让人家觉得没办法松一口气。那你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感情变好，然后让他更喜欢你呢？如果你真的想要跟这个人开始，或是跟这个人继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好好的去思索你们两个之后的一个愿景，然后随时要就是把自己的皮绷紧一点，因为他是严格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把自己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啦，不能讲皮绷紧一点。然后你自己心里面可能也要有一个描绘你们两个以后未来的一个愿景，然后去一步一脚印的去踏实的去计划。我觉得会让他慢慢的啦，就是会把自己的这个心房跟他
的一些不安，我觉得才能够去消除掉。那怎么样子呢？他会扣分，或者是他会因此而讨厌呢？我觉得如果就是什么话都不经过思考，做事没有经过计划，然后幼稚、不聪明，我觉得可能他都会有点内心打枪这样子，就是不太能够接受。我总觉得，他是要一个称为人生这个事业的一个终极伴侣耶，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宝剑国王的感觉，就是可能他对自己也很严格，他对自己的理想追求其实也是很希望是有效率的，然后聪明的。就他需要一个可以跟他达到人生巅峰的一个伴侣，所以他可能不太能够接受一个会拖他后腿，或者是有不确定要素的人在他身边。如果你自己常常也是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状态，然后你也可以不断的砥砺自己，常常提升自己的人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应该你们两个其实是应该是 OK 的，只是我觉得你要把他内心中的那个不安给消除，你可能要多跟他讨论你们之后的一个愿景，你可能自己心里面也要一个跟他在一起以后人生的一个愿景，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还要时时的警戒，让自己就是继续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我觉得他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就是有时候那种情绪暴走，或者是突然之间自己不知道干嘛，迷惘了，或者是有时候那种愚蠢情绪发言，他可能都不太能够接受。OK， 那但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心里面是只有你啦，而且我觉得他是真的还蛮喜欢你的，他是真的很想把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心全部给你，只是他不知道能不能够去相信你，不知道能不能够真的把所有的一切给你。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那我觉得这两个，我觉得他心里面的那个有所保留，跟可能无法整颗心都交给你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些黑暗的东西在他心里面。那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你造成的，当然。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许要等他可能等到他相信，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就等到他相信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全心全意，不用顾忌，然后也可以认同他的理念的一个人出现。然后过了很长久的时间，也许他心里面的这个害怕跟不安可能就会消除，但是不是现在。OK， 那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